人的话是我们的新粉丝，也不知道我们每天待在老家做了些什么，干了些什么事儿。然后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1年多以来我们在家里面都干了些啥啊。我回来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是四周围全都是那种杂草丛生，乱七八糟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当时是没有梯子的，这个地方也是很乱的，这是最近才搞的，大家看得到，就不用一一的说了哈。最明显的就是我给这里开了一扇门，对，开了一扇门，然后进出的话比较方便。然后就是这些门啊什么的，当时都是那种古木了，没有颜色，然后看起来比较脏比较乱。我给刷了一个颜色，然后在老爸那边那个墙这个地方，这些墙当时也是很花，它是跟这个墙的颜色是一样的，很难看的。然后我们给它刮白了，把窗户也给换掉了。但是这现在也是脏兮兮的哦，因为它又要下雨溅水上去发霉了嘛。然后还做了些啥？过来看看。然后就是我们厨房，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那个灶台，是这样子的，这边一个灶孔，这边一个灶孔，那边是一口大锅，那个大锅站在那里，那口锅用的话特别不方便。如果那边一起用上，我这边炒菜啊什么的就很不方便，就对着，而且没有洗手盆，那个地方当时没有水进来，我每天煮完饭过后。要从这里把水舀了之后，从这个地方给倒出去，反正就是特别的不方便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改造了一下，这个门是后面李俊出的主意改的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当时是放杂物的，现在也是放杂物的。这个改了吗？改了呀，你当时来的时候不是跟外面一样是那个水泥墙吗？我们把这个地方买东西来让老爸给刮出来，刮出来之后，现在因为没烧火嘛，那些杂物。其实看起来这房子很宽，但是农村嘛，东西总是很多，这个地方又变成杂物间了。然后还有就是把这个工作室给改了一下。工作室当时是那个水泥墙，也没有刮那个水泥浆刮平，然后我们刮平了之后，然后刮了一下大白，把这些地方也刮了一下，地上也刷了一下。像平时我们偶尔做一点，有些人就也看不出来有多大的变化。现在就差这个房间了，还有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也是我来了之后才改的。像我们这个房间的话，还没有刮大白，这个房间是没有刮大白的，但是这个房间我们把这个给披了一层水泥，比较光滑了一点，到时候直接刮大白就可以了，就不需要说再来用的水泥浆给抹了。这老爸做的。把这个地方改了一个卧室，像老妈平时回来的话，就带着一涵就睡的这间房间。这个房子也外面全是窗户。对，现在就是还差一个门，哪天还是去买个门来把这个门给装上，然后把这些继续刮出来，好看一点。因为现在就只有这间房子那个堂屋啊。要不有时候老妈回来睡这里。没有，来个亲戚朋友也没得地方睡。虽然看起来我们家房间很多，但是真正能住人的房间好像也没几间哦。楼上2间，这里1间。这个房间住人的话，这是相当于一个客厅一样的，没什么，没有全是过的，以前设计不好嘛。这个房这里来看一下这里。这些都是我们回来刮的啊。你看这里，当时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这里以前是个我们用的储水的一个水池，不用了之后它就空了在这里没用，还占地方。我们把它这个地方给打出来，当时我回来没2个月，然后就把这个地方给打掉了，打了一个门，把这个地方给刮出来，做了这个储物间。你看，我们的粮放在这里的话又不会受潮，然后拿取也方便。这个房间改的是最好的。改变是最大的，然后就是老爸这里了。当时老爸这个房间虽然说
虽然说是有那个大白，但是有大白的话还是很，因为刮了起码有20年，很脏很乱的。把这地方也弄了，也是这些。窗户也装了。对，窗户也装了。以前是那种老式的带钢筋的。对，挡不开。你看，把这个窗户换了之后，也直接看出什么风景。老爸现在最喜欢就做这个房间，把这窗户一开着啊，吹着风也开着，对着外面，很舒服的。这是老爸的房间，这你看，以前设计的大窗户，也全是那种打不开的窗户，这些窗户全部给换掉。换了之后，他这房间比我们楼上的就舒服很多。这风景就不要说了，漂不漂亮，完不完美？白天可以敞开，比较气。我唯一的就夏天蚊子有点多，因为这下面是竹林，那是没办法。给这个床的话，当时是网友们在那个直播间抖内给买的，然后反正就是我回来的时候，家里面就是空空的，啥也没有。像样的家电家具一样是没有的。没有冰箱，没有空调，没有洗衣机，也没有热水器，这些我们都给备齐了。所有的房间，住人的房间我们都给备齐的啊。然后还有这里，这是再去看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老爸做的，我们不在家，他自己买的那个别人不要的那个地板砖。然后就这里。当时唯一差就是忘记给这地方做防水了。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漏水。现在想做防水的话，不知道怎么做，感觉老爸的房间那墙上有点渗水，不知道该去怎么改善。然后这个地方本来是想说把这个围栏全部围上嘛，但又觉得这些花花草草啦，种了几十年了，又舍不得，用这个挡住也还可以哈。现在回来，我特别的庆幸，就是以前嘛，在外面工作，就是可能隔一段时间啊，会给爸妈转一点点钱，给他们之后，他们也舍不得花。李运他们也不在家，老妈也不在家，就没有想着把家里面这些给改善一下。然后我也在外面，也没时间回来，都在家里面住，心思也没放在这老家这里。然后从我回来过后，就是那种虽然说自己做不了什么，大多数都是老爸做的嘛，但是有我们在家里面，就是提建议，然后老爸动手，我们出钱，一点一滴的改善一下。我觉得现在房子的话，比以前还是住起来舒服多了，然后看着清爽多了。虽然说平时做一点没觉得有什么，但现在一回来一看，哎，这变化还是蛮大的。特别是舅舅他们一来，哎，你们家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就不再是以前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感觉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来看一下。然后当时这个地方，特别是这儿这个坝子，大家说的最多的，因为我以前我老喜欢，因为我们是大人哦，不觉得有什么感觉。我老喜欢坐在那个地方给大家开直播，然后大家都说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但是为了节约钱，我们就自己用了那个竹子搞的栏杆。去年的时候，当时是我一个人，偶尔我帮老爸打点杂，然后他做。然后今年的话，因为那个过后，小唐跟着我一起回到了老家。有些人就说，哎，小唐的爸爸妈妈会不会说，不高兴啊？什么跟着来这边了，自己家里面都不顾了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庆幸的就是家的这个家庭，公公婆婆呀特别支持，老公也是特别支持的，把这边完全当做自己的家里面在维护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做什么都是一起。他现在想法也很多的，就是想着要到时候，他想就是在那搭几个柱子，把这个坝子给围起来，挺起来，搭高一点。但是他没想过做那个东西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，不是说像我们平时啊，好几桶水泥浆啊，一下子就给它弄起来了。所以说，这些东西我们得放在后面。有些人说看不出这好多效果啊什么，我们慢慢来，大家
家提的建议，我们都在做，我们都在慢慢的改善，一点一滴的就看出了效果。